之前说小智手里最强的是只宝梦，那我这次就说下最弱的是只，这个话题就比较容易得罪人了。小智截止到新无印，目前已经收服了差不多80只宝梦，还有30只是肯泰罗，所以为了让这个排名更合理一些，我就将这20只分为小智手里的第3梯队和第4梯队。第4梯队就是我个人认为最弱的了，当然你们有不同的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里刷起来。首先来看一下第4梯队的，注意啊，这排名就不分先后顺序了。1. 小巨鳄，小巨鳄是成都地区的水系御三家，性格活泼，总是蹦蹦跳跳的，很多次情况下就是靠这种活泼劲打赢的对手。比如在凶恶猎岛大赛中，他就用嘴咬住刺龙王的嘴，让他无法使出绝招，从而打赢了他。说实话，这是让人挺意外的，毕竟刺龙王可是进化到最高级了，而且还是龙系的。不过小巨鳄因为没有进化，实力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，面对小七的大奶怪、小霞的文笑蛙，他都不是对手。滑溜小子，滑溜小子是从一颗蛋孵化出来的，所以刚开始等级很低，不过明明没有啥实力，却总是喜欢瞪别人，你这不是遭人打吗？关键比赛也没咋上场过，就打打道馆或者路边对战手上去锻炼一下。不过他虽然年龄小，却学会了2个威力过百的格斗系大招气核弹和飞膝踢，可以说未来可期，但是现在不行。3. 保补虫，保补虫是小智在 BW 时期收服的，他虽然动作快，但是耐久输出度不高，一旦遇到速度更快或者没能快速解决的对手，自己就会陷入危险，比如霍米加的蜈蚣王。4. 八大湖，八大湖是小智除皮卡丘外收服的第1只宝梦，将它放在这里面最主要原因是他在小智队伍里的时间太短了，压根就没啥亮眼的战绩可以让我们看啊。5. 比雕，小智的比雕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，但从客观来讲，他确实没有啥亮眼的表现。刚出道时，他打不赢火箭队瓦斯蛋和阿波蛇，面对武士少年大甲，他也不是对手。到岩石系道馆，面对小刚小拳时，他更是没有招架之力。虽然最后离开小智时进化了，但是总体实力肯定还是不行的。6. 水水獭，小智的水水獭原本是给新人训练家用的宝梦，后来不知道为啥他看上小智，所以就被小智收服了。水水獭我很喜欢，因为他就是 BW 篇章里的搞笑担当，非常爱出风头，为引起小智的注意力，还会主动跳出来替换队友上场。但是如果对手太强，又会尴尬的让队友上。遇到雌性宝梦，他会主动求爱，虽然惹我们观众喜爱，但实力真的不强。联盟赛被3头龙秒杀了。7. 土台龟，土台龟前期战绩相当亮眼，可惜进化后体重跟不上速度，导致其速攻作战风格无法继续。他又不肯听从真丝土台龟的建议当一个炮台，而是学了一招攀岩去送人头，但凡使用这招，他必会战败。进化成3弹后，更是一场都没有打赢。炮灰龟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。8. 成龙，小智收服成龙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所以战斗力方面肯定不如成年的成龙。在制造冰船比赛中，他的冰冻光束威力不如灵斗后，不过好在橘子联盟赛上，他和永策耿鬼1换1。之后他再一次和小智见面时，已经长大了，实力肯定也进步了，最后还当了成龙群的领袖。9. 灰奥哥，客观来讲，在小智收服过的所有加冕鸟中，他应该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了，除了刚进化到最高级时秀了一波，后面基本上就是吃瘪，在利欧道馆被瓦斯蛋单杀，面对虎彻利欧路更是毫无招架之力，可以说是被秒杀了。10. 南蟾蜍，这只宝可梦可能很多人还不认识，它是小智在 BW 时期收服的，收服之后小智很少用它，就连百科上都说因为登场次数太少，性格方面不太确定。而且要注意的是，它并不是毒系的，而是水系加地面系，这个属性组合是不错的，实力也不差，帮小智打赢过2场比赛，输掉过1场，平局1场。而之所以把它放在这个梯队，纯粹是因为它真的太没有存在感了。接下来盘点一下小智第3梯队的宝可梦，这些宝可梦是有一定实力的，但是因为战绩还是不够亮眼，所以就只能放在这里了。11. 猫头夜莺，小智猫头夜莺是闪光的，且智商极高，但他的实力却并不是很突出。在成都联盟中，他被音乐的大钢蛇秒杀。神奥联盟赛中，小智也有派他上场，因为是闪光的，所以阿勋很羡慕。他利用超能力技能击败了考评的大蛇铁，但最后还是不敌地黑魔人。似乎对战个头小的宝可梦他有优势，但是对手要是大型的宝可梦，他就完全应付不过来。12. 地蔓延，石丸子的实力不强，靠进化强撑着打赢了菊老大的龙头地鼠，但之后面对霍米加瓦斯蛋和虎彻的3头龙毫无招架之力被击败。我就很奇怪，地蔓延进化只需要通讯交换一下就行了，小智你和大魔士换一下再换回来，就能拿到一只庞岩怪了。
旁野怪看起来就厉害很多呢，你为什么不换呢？13勇气鼬，勇气鼬是典型的伤中忍的角色。DB 前期他的战斗力可以说很不错，在石原道馆以一敌二击败了爪王和他的进化型福前鼬，原之道馆击败了耿鬼，但是后来却开始连败，水脉道馆被大纲蛇打败，面对真丝更是被吊着打，这里只能说是真丝太强了。14腾腾蛇，腾腾蛇的硬实力并不强，很多场比赛就是利用鸣人绝招使敌人陷入混乱打赢的，所以一旦对方也是磁性，那么就很有可能战败。比如在雷龙道馆时，面对同样是磁性电飞鼠，在鸣人没有用的情况下，腾腾蛇就被打败了。联盟赛上刚开始还能和虎彻利欧洛打得有来有回的，但谁料利欧洛竟然进化了，腾腾蛇就不幸被秒杀了。15连美鹿龙，连美鹿龙是小智手里为数不多的准神之一，但是以他战绩来讲，却无法进入小智第一梯队，甚至连第二梯队都进不了。他刚刚登场的时候就被称为是最弱小的龙，然后经过了10多级就进化成连美鹿龙，其成长之快让沿路杀汗颜啊！但是进化快却并没有像喷火龙一样拥有超强战斗力。联盟赛上面对祥太胖田尼，连美鹿龙居然只和他打了个5-5开，后来和爱兰的披斩司令对战，直接被剪刀断头台一刀秒杀，实在是有点不给力啊。16肯泰罗，肯泰罗的实力不算太差，如果对付一般的敌人，比如永测妙兰花就能够轻松获胜，但对方要是训练有素或者具备一定力量的宝可梦，肯泰罗就完全不是对手了。比如小宝尼多后能够轻而易举的挡住肯泰罗的冲锋，利拉的蝴蝶也能够使用超能力轻易将其击倒。关于肯泰罗，我更好奇的是小智有30只，小智每次用的是同一只吗？17裂剑烟，第6时代裂剑烟在游戏中可是凭借着疾风之翼这一特性横扫整个环境，但小智的这只特性是火焰之躯，并且因为 XY 巨猿特殊性需要塑造一个王牌加个人蛙，因此裂剑烟总在很多场比赛中充当炮灰，很多场大海赛中都是击败对方一只后乏力倒下。最耀眼的战绩就是和火焰鸟硬刚了，但注意没有打赢啊。18火焰鼠，火焰鼠是小智手里进化周期最长的宝可梦了，成都地区没有进化，导致战绩并不耀眼，在DB降后也就和太古盔甲打成平手。19月桂叶，月桂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只宝可梦，萌萌哒的，特别喜欢看它吃醋的样子。它绝对不弱，而且有技巧，力量也不差，但是却因为各种属性很平庸，导致无法撑起大梁。我很遗憾，小智在12联盟赛上没有使用它。20盾甲，盾甲和月桂叶类型相似，都是有一定力量和速度宝可梦，但是仅限于此。面对小吉美拉斯、考平一黑魔人这些棘手对手，他都无计可施。如果能够打赢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小智手里最弱的20只宝可梦了。大家有啥不同看法，或者有指正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，我会一个一个看的。最后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，我想晋级。